距离拜登下令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报告的期限剩下1天，知情人士透露，调查目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美国仍打算如期发布报告，并在报告中炮制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诱导性结论。同时，美国还施压世界卫生组织尽快启动对华第2阶段溯源，并企图纠集盟友，必要时在世卫组织框架外推进所谓第三方独立调查。临近发布时间，美方为何干脆撤下遮羞布，执意演这场闹剧？接下来的剧本会是什么？来看看报道。因为拿不出所谓中国病毒源头论、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的实质性证据，美国情报部门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迟迟未有进展披露。有知情人士透露，为配合炮制相关调查报告，美政府正加大操纵美国媒体进行相应舆论造势，如向美媒提供编造的中国实验室泄露论虚假证据等。据悉，为达到这一企图，美政府持续向美媒喂料，抛出编造的虚假证据，鼓动有关媒体密集发布不实报道，并放大世卫组织及国际科学界等各方对华不利的声音。近日，美政府又鼓动个别媒体重新翻炒中国野生动物市场源头论，作为坐实中国病毒责任的备选方案。比如，美国彭博社上周2就发表了一篇炒作新冠病毒与华南海鲜市场关联的报道。此外，有知情人士称，美国正纠集盟友，向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赛施压，要求尽快启动对华第2阶段溯源，并以各种方式诱压国际科学界人士向中方施压。与此同时，美国还向中国周边国家作为对华溯源调查的突破重点，以疫苗援助等筹码对这些国家威逼利诱，换取后者帮助炒作中国病毒源头论，并借此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打蝎子，遏制中国在亚太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维护美地区主导权。拜登借疫情这事儿对中国打政治战，政治战呢分2个层面，一是司法战，2呢是舆论战。他想推司法战，就是联合世卫组织，包括所谓的这个疫情的调查，最后就是要死死的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然后呢从法律的角度要求你要赔偿，这是他的理想状态。但很显然做不到，那现在就只能变成舆论战，就是尽可能的拉上他的盟友，拉上包括在一些像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里面加以渗透和影响。今年3月30号，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正式发布，其中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引入。然而，这份由多国科学家经过调查共同做出的报告却一直不被美国方面认可。5月26号，白宫发表声明称，总统拜登已要求情报机构加倍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以确认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声明同时指出，拜登还为这次调查设定了90天的期限。外界注意到，白宫要求不是科学机构的情报部门去调查，此举颇为可疑。美国情报部门造假在历史上可谓劣迹斑斑。美国曾用1瓶洗衣粉作为情报机构调查获取的伊拉克研制生化武器的证据，据此发动伊拉克战争。还以所谓叙利亚民防组织的一段摆拍视频作为情报，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曾任中情局局长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就为美国情报部门亲自下过经典定义。I was the CIA director. We lied, we cheated, we stole. It was like we had entire training courses. 众所周知，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需遵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依照科学规范去调查求证。历史上，人类对一个病毒的溯源工作可能长达数年至数十年。拜登政府将一项自然科学的调查任务交给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情报部门，并勒令其限期完成。显然，这种所谓的病毒溯源调查从一开始就是反科学的，无非是要制造出自己想要的所谓证据，最后得出的肯定是一个事先设定好的结论罢了。不过，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新冠病毒的出现时间要早于先前的已知时间。有媒体报道显示，2019年12月13号至2020年1月17号，美国有9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其中有106份呈现抗体阳性反应。2020年1月2号至3月18号期间，美国50个州24079份血液样本中，有9份样本检测到新冠抗体呈阳性。
近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和该校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巴里克教授持续引发媒体关注。外界关注的重点在于巴里克在人工合成冠状病毒方面的高超技术、北卡大学生物实验室糟糕的安全记录，以及巴里克同德特里克堡非同寻常的合作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美国是重组病毒研究开展的最早、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全球冠状病毒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和实施方。据报道，巴里克教授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重组冠状病毒的研究，其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巴里克本人曾在去年9月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称，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事实上，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美国处心积虑地试图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新冠病毒，但是世卫专家已经2次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得出病毒自武汉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那么请问，美国什么时候能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到北卡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和德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进行调查呢？我们奉劝美方不要再往别人的身上泼脏水，先把自身实验室的情况调查清楚再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围绕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而展开的博弈越来越激烈，您对此如何解读呢？确实，这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国正在4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展开着激烈的博弈与较量。第一个战场就是情报战。早在今年5月份，拜登总统本人已经亲自下令，要求美国中情局必须在3个月内就新冠病毒起源问题拿出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第二个战场，这是网络战。美国中情局正在利用其在互联网技术领域中的优势，通过掘地3尺的方式，企图找到所谓病毒来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相关证据。那么第3个战场，这是外交领域。美国正在动员其所有的盟友，就新冠病毒起源调查问题向中国施压。第4个战场就是舆论战场。西方国家正在试图利用其掌握的舆论话语权优势，给中国施加所谓道义上的压力，而中国则在这4个战场上同时向美国展开了自卫反击。那么很显然，拜登向美国中情局下达的90天限期即将到期，是中美在这4个战场上的博弈与较量进一步走向激化，甚至是走向白热化的原因。中方如此重视这件事情，显然又是因为中方已经预估到了美国中情局的嘴巴里面吐不出象牙，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即将出台的这份报告，一定会得出一个对中国不利的结论，甚至是会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中美双方最近几个月来的博弈，其焦点都是冲着美国中情局即将出台的这份报告而来的。美国要将屎瓶子扣在中国头上，中国当然要坚决反对。最近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要事先消毒。中方一直在指责美国企图将病毒溯源这一科学问题政治化，对此您又是如何看？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方将病毒溯源的科学问题政治化，做得非常明显，非常的赤裸裸。特朗普政府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具有典型的单打独斗的性质。那么相比较起来，拜登政府将病毒溯源这个科学问题政治化的手法，则要更加阴险一些。这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个是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有罪推定的做法，而且企图联合美国的所有盟友，包括日本、五眼联盟成员、7国集团等等，以群狼战术的姿态向中国发起围攻。二是拜登政府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还玩了一个自以为很高明的策略，也就是企图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来向中国施压，要求对中国进行第2阶段的溯源调查。除此之外，
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还体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上。本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单独公布了一份新冠病毒溯源报告，不仅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所，而且认为病毒有可能是经过基因改造过的。很显然，共和党抢在美国中情局90天期限来临之前发表这个报告，不仅仅是为了抢民主党与拜登政府的风头，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逼迫拜登政府得出一个对中国更加强硬、更加不利的病毒溯源报告，以防止拜登政府对中国放水。那么，面对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又应该如何来化解呢？我注意到，面对美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以及对中国采取的步步紧逼的姿态，中方不仅没有后退，也没有一味的防守，而是采取了反守为攻、以攻代守的策略。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在美国将矛头对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候，中国也针锋相对地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二是在西方舆论先入为主的报道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时候，中国环球电视网也用联合国确定的6种官方语言，就是否应该对美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这个问题，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了民意调查问卷。三是《环球时报》发起了民意征集活动，要求世卫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并征得了多达2500多万个网友签名。我认为中方的这个一系列的举措，不仅起到了对美国发起反击的作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企图在国际上混淆视听、抹黑中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国内起到号召民众认清大形势，以及团结民众、稳定人心的作用。也就是不管你境外如何谣言四起，只要国内民众万众一心，我们就可以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